皇帝竟然是非正常死亡率最高、死法花式最多的职业。从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开始，一直到溥仪退位，在这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当中，大大小小的皇帝一共有600多位。如果把他们的在位时间平均分摊一下，每个皇帝也就在位子上坐3年多的时间，而且其中1半以上的皇帝是属于非正常死亡的。可见皇帝这份工作是危险性极高的高危职业呀。因为想要做皇帝这个位子的人实在太多了，导致几乎所有的皇帝都有一种总有刁民想害朕的想法，觉得所有人都可能是他的潜在敌人。所以皇位的更迭史就是一部血迹斑斑的杀戮史，皇帝只能陷入杀与被杀、有你无我的困境当中。父亲杀儿子，儿子杀父亲，叔侄相杀，爷孙相杀，兄弟相杀，君臣相杀，如此种种，不胜枚举。为了皇位，所有的人伦纲常、亲情友情，皆在拔出屠刀那一刻抛之于九霄云外。只有活下来的人，才有书写后来历史的资格。于是我们也看到了，皇帝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非正常死亡，被毒杀、被勒死，睡梦当中被侍卫砍头，被部将闯入宫中射杀，被软禁起来折磨致死，被火烧死等等等等。甚至是连许多还没来得及登上皇位的准皇帝，也就是太子，都早早的被人扼杀在萌芽状态。其次，当皇帝实在是太累了。从秦始皇开始，历朝历代均奉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，国家的民生、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大事和政策，无一不需要皇帝的首肯才可以实行。下面的大臣党是想替君分忧啊，可皇帝不点头，谁敢乱动呢？一个擅权之罪就治得你服服帖帖的。据说秦始皇每天要处理几十万字的奏报，日以继夜，甚至是通宵达旦。别说是看枯燥无味的奏章了，就是让你每天去看几十万字的小说，恐怕你都坚持不了1个月。再比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，他从登基到去世，无论逢年过节，从来没有休息过1天。为了防止被大臣蒙蔽，他事必躬亲，每天批阅的奏折有几百本。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朱由检，虽然最后扛了个亡国之君的黑锅，但是也是继承了祖上勤奋上进的优良传统。有一次他生病了，本来想请个假，但是马上被大臣口诛笔伐，一顿猛喷，只能是上朝做自我检讨。大家听听，这皇帝当得多可怜呀，连个病假都没有。最操劳的皇帝恐怕要数清朝的雍正了。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，然后连续工作16个小时以上，平均每天只睡4个小时。他只做了13年皇帝，批阅了25万本奏章。或许有人会说，不要那么勤奋吗？咱们当个昏君，为所欲为，开开心心的，总可以长寿了吧？这大家可说错了，这种事也不太可能存在。如果是昏君搭档了一帮子贤臣，那就等着天天被大臣们骂吧，你的耳根子根本没有办法清净。可能有的人又会说了，那咱就大开杀戒，谁敢说我来一个杀一个？其实这也不行啊，要知道水能载舟亦可覆舟，要是把能干事的大臣都杀完了，那你这个皇帝也算是当到头了。如果是昏君搭档了一帮子奸臣，那就更危险了，随时都有可能亡国灭种。更何况在古代的时候，你当个昏君，就算是为所欲为，其实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娱乐项目，还能玩啥呢？那就天天泡后宫呗。但是皇帝也是一个正常男人呀，后宫泡多了，你懂得，最终也肯定是要英年早逝的。所以这皇帝并不好当啊，是一个高危职业。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你穿越回了古代，你会选择做皇帝吗？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